国公爷本只是路过雍王府邸，忽然府门大开，雍王迎门而出，非要拉着进去吃茶叙旧。街口围满了王府的家丁，我们实在走不得，只好硬着头皮进去。后来呢？小的也只是在角门边上等着，等到天黑了，才有人叫小的回来报信，说是公爷在王府做客宴饮，喝多了行动不便，就不回了，请郡主和小公爷好自为之。皇城门里，天子脚下，竟有贵州亲王，公然做了贼人绑匪了。欺人太甚了！就算是当了皇帝，也没敢这样欺压朝臣的。备车。是。母亲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去宫里面见陛下。母亲不是说官家病重，见不到了吗？见不到，想办法也要见。实在不行，我就闯进去，怪罪下来，我一个人担着。我与母亲同去。外面天冷，你还病着，且等我回来吧。舅父之事，怎能让母亲独行？我若入不了宫门，便在宫外等着母亲。我已经差人去雍王府问话了。这雍王妃啊，平时是跋扈了些，可是公然绑架朝廷勋贵，这也实在太有点儿……娘娘，如何呀？奴婢已派人去。所派何人？奴婢的养子，最心腹的孩子，平日里使唤叫着小四。他到了雍王府一问，王妃娘娘说齐国公确实来过，可是天黑之前就回去了，人不在府中。他撒谎！怎么会不在府中？我们家小厮又不是瞎子傻子，国公爷进了谁家门都分不清楚了，一定是雍王妃在撒谎。你没让他进府找找？小厮冒犯王妃，在府中仔细看了个遍，齐国公的确不在府中。他们一定是把人藏起来了。偌大的一个王府，怎么可能没有密室、地窖什么的？娘娘，我对天发誓，国公爷确实被雍王扣押，至今没有回家。不然，娘娘找雍王来与我们家小厮对质。我若有半句假话，日后叫我们齐家必遭抄家灭门之祸。快起来吧，孩子，你在我身边看着长大的，何苦要这样咒自己呢？你心中着急，我明白，可眼下正是吉时，雍王替陛下祭祀成天，封了蓟门，咱们是谁也看不见他了。他这是设计好了的。那不这样吧，我让周备监拿着我的懿旨，前去他府搜查。他是我的心腹，王妃不会怠慢他的。你去暖房歇歇，等候消息吧。快去吧。母后，母后，我只有依靠您了。去吧。胡说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要面见娘娘，我要面见娘娘！娘娘没有一直宣召郡主，郡主不可闯宫啊！国公爷危在旦夕，我要面见娘娘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后。
母亲，不成吗？母亲，啊！怎么，官家也不管咱们的死活了吗？官家病重，我也见不着他。娘娘也是忙的，顾不上咱们家的事。好，来。这雍王计算好了时辰，说是替官家祈福封祭了。这雍王妃死活不认账，我就是浑身有罪，也说不起娘娘。你还病着呢，赶快歇歇着吧。明天我在道宫里守着，求求娘娘。那雍王虽然诓走了你父亲，想必也不敢加害他，你就放心吧。母亲，您喝了安神汤，先好好睡一觉，养精蓄锐。等精神养好了，再去找父亲。好，乖孩子，去吧。小公爷，安歇了吧？不知道部尉上了奈何桥，喝过孟婆汤没有？部尉哥哥最是忠心为着公子的，想来上天眷顾，下一世一定会投个好人家的。愿部尉来世能够欢欢乐乐的过一辈子。不要再落到像我们这样的门户。公子觉得国公府都不好吗？外面的人看着，觉得我们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我们看着大内，也觉得官家威风八面，四海来朝。可我们都是凡尘之人，又不是神仙。官家心中有苦，像我们这样的人，心中也有苦。其苦不堪说，其痛
河3000星，不渡赵月明。可笑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数百年人家，无非行善，行善。小公爷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？这大晚上的登门，来。请王爷行善，许我面见。哎呦，官家病重，王爷他替官家祈福封祭去了，不在府中。那就请王妃行善，放了我父亲。小公爷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怎么竟听不明白了？那就只能留下我的尸首和献出成婚。这世人都说，齐家的小公爷脾气多似其父，温文谦和，最好摆弄。不想世人都是弄错了。我看你这骨子里头啊，还是有一股子傲气。不愧是平宁郡主的儿子。我齐家虽人丁单薄，不负当年盛过，但是也不能束手就戮，任人欺负。我虽无功名爵位，但也是在官家面前露过脸的。永王府即便权势熏天，也盖不住这么大的案子。小公爷还是太年轻了。我们请国公爷来家里头做客，不是威胁你们家，而是有一些事情，我们得把其中的利弊一一讲明。咱们两家都是皇亲国戚，这我说句市井的话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怎么能动刀动枪，伤了和气？你们挟持我父亲，在王府，还指望不伤了和气吗？我们若是不把公爷请过来，你怎能登我们家府门呢？有些话，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讲才有效用。我知道，你执意不肯与我儿成婚，无非就是心系着盛家的那个庶女罢了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啊，确实，如你所说，你若执意不从，我也不能将你父子真的置于死地啊。可这盛家不同，以王爷之尊，天下未定，若要将一个五品小官举家灰飞烟灭，想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你当真？你得知这天下已经在你们囊中了吗？这天下在不在我家囊中，盛家都不过是个五品。小公爷，你要死了，盛家那丫头必定也死。这齐氏一门绝后，平宁郡主和齐国公，不就得守着一个空宅子，了此残生了？
天下之大，英才何止百万？你们为什么非赶着我们一家来杀？若你们这样空有虚衔的人家，也能对着王府笑，背着王府骂，今后的天下，那还了得？我女儿想要的东西，往日里弄不到手，若如今还弄不到手，我不也枉为人母了？好一个舐犊情人，好一个母慈子孝。王妃，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即深渊。你以为这就是即深渊吗？蠢呐！上天要残害官家，我只好落到江上，竟然要落到你们这种人手里。齐元若，你别无他路可走。签了这一纸婚书，你父亲即刻便可回家。盛家从此也就平安了。不管是公主，还是县主，我绝不会娶别人为妻。我齐衡要娶的大娘子，只有你盛云安一个人。
大娘子春风满面的，是家中有喜事？也算是喜事儿。我是请大娘子啊和3位姑娘到舍下去做客的。我这3个女儿啊，粗陋少礼的很，别到了伯爵府惹笑话。哎呦，大娘子推谦了。贵府的3位姑娘，武侯府都去了，何况我这小小的伯爵府呢？况且，你这次来，不必怕碰见那个平宁郡主母老虎了。为何？他家独子齐衡就要和嘉诚县主成亲了，他忙着婚事儿，也就没必要出来宴饮应酬，给儿子物色了。是雍王的那个女儿吗？自然是她了。要说呀，她也算是咱汴京城里最尊贵的姑娘了。这日后啊，前程只怕是不可限量了。平宁郡主啊，千挑万选，终于得了个头筹。哎，此事儿可不能到处张扬。官家病重，王府和国公府不便欢庆，因此只悄悄地请了一些故朋旧友。是以汴京好多人家呀，竟然还不知道呢。你说这王公子弟婚嫁大事儿，竟弄得跟做贼似的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？好笑，着实好笑。照此看来，那雍王八成是定了。平宁郡主与大内熟识，说不定是从官家那边啊得到了风声。要不，怎么就一下子说定了雍王的女儿？这个吴大娘子，明摆着呢幸灾乐祸，还笑成那样，以为谁傻呀，看不出来似的。不就是国公府吗？满汴京这么多世家高门，遍地都是公府、侯府、伯爵府，我才不这一棵树上吊死呢。等回头我风光高嫁了，再来取笑这个孝苗。娘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祖母，你怎么来了？无快非我乡，安得久留志。明儿啊，你想留在哪儿啊？你们下去。都多大了，还平地睡觉？过来，我看看。没事，祖母，已经不疼了。齐家的事，我听说了。挺好的一个孩子，只是和咱们家没有缘分。人这一辈子，岂能事事顺心如意呀？你就当是栽了一个跟头，跌疼了哭一场，哭过了爬起来，日子还得过。别钻牛角尖，别难过。世家大族的儿女婚事，本就身不由己。你算是为自己争过了，拼过了，该了无遗憾。膝盖摔疼了，祖母给你吹吹。心疼了，祖母日后给你物色更好的人家。
请。你们谢将军明面是让我替他送孝敬，实则是让我闭门思过。这个请字儿，我哪当得起呀？不，将军说虞侯乃是百年难得的将才，以一敌百，战无不胜。若是没有了虞侯，我们前去，岂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啊？合着你们让我去做垫脚石啊？是小的们说错话。将军如此谋略，要说仗没我打得好，那我怎么敢当呢？蓉姐，快下来，爹爹谈要紧的事儿，别给他捣乱。嬷嬷，我马上就要去前线了，要趁现在有功夫啊，多教蓉姐写几个字。原来虞侯在同我们说笑啊！明日起身吧。既然打定主意要回去，何必难为这两人呢？以前呢，什么事儿我都是以身相抗，弄得自己头破血流。现在我跟我那个大娘子和大哥哥学聪明，等他们战事吃紧，自然会来求我。我晾着他，等回去以后，自然不敢再小看我。唉，这什么世道啊！逼得纯良忠直的人，天天勾心斗角的过日子。嬷嬷真是偏爱我了，我哪是什么纯良忠直的人？你说袁若还差不多。说到齐家小公爷，人家说话可要迎娶雍王的女儿了。哥，你什么时候迎亲呢？嬷嬷没听错吧？齐家真要跟雍王结亲了？这还有假？昨日我去集市，撞见侯府的小厮们闲聊听来的，说是齐家顾虑官家在病中，不愿张扬，只请了亲故至交去吃酒。我去找袁若。我听说雍王已经替陛下祭祀成千了。不错。那郡主是不是觉得这门亲事还觉得非常的合意啊？二叔，我若不允，就连圣战也要遭殃。你若是我，该当如何？我若是你，进大内见陛下，把他雍王一家全告上文德殿去。再不成，就学雍王的法子。他可以绑别人的女儿，我也可以绑他的女儿。他没了县主，他拿什么给你成亲呢？那你到时候这事儿一拖，这事儿不就让你给拖黄了吗？退一万步，他县主再纵横跋扈，他也不敢嫁给你这么横的富家吧？你这是伤人一千，自毁800的法子。眼下雍王要受封东宫，搞不好就是毁家灭族的事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你既然想随心而活，你就要敢于冒险。你从小长到大，都是要什么有什么，从来不知道争，也不知道抢，自然也不知道争和抢是需要手段的。二叔实说，如今是我的错。那当然是你的错了。当时你就应该跟父母表明心意，即便郡主百般阻挠，你宁死相抗。你到现在不就已经成亲了吗？可你思前想后，老觉得不是最佳的时机。是我对不起你了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脸
在等胜负的人了。二叔，二叔，这个恳请你帮我转送。这个慢说，元若，盛家门第不高，被你看上了算是高攀了。这个事情传得京城里沸沸扬扬，人尽皆知。你现在若是要娶县主为妻，那明兰，她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？日后你还让她怎么议亲？还有谁能看得起她？你有替她想过这事儿吗？这我不是不知道，可我又能如何呢？你孑然一身，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，可我不一样，我不能让自己高兴了，就把整个旗下陷于险境。元若，你若为了这个姑娘敢拼一拼，我有戚家出面，我替你去雍王府把人绑了过来。现在正是多事之秋，雍王不会声张，这是你最后一个机会了，你想清楚。元若，只要你点个头，刀山血海我替你上。我觉得盛家姑娘她不应该受这个苦啊，她的终身就在你一念之间。元若，哎，你说句话呀！说什么天意弄人，行于天地间，若往前怕3步，往后怕5步，那你什么事儿都别盘算了。杨好姐姐，二哥哥究竟要送我什么东西？究竟这么值得掖着藏着的？我也不甚清楚。二姨说是怕走漏了风声，给4姑娘5姑娘知道了，来抢你的。不，二叔，我二哥哥呢？我想借边疆看一图一看，他找顺伯父取去了，让我略等等。那二叔稍等，我等会儿再来找哥哥说话。六姑娘，不知六姑娘最近有没有得到什么新的字帖？你二哥哥听闻辽东出了一个书法一绝的人物，特地找了张字帖，让我带来给你看看。辽东那边陲之地，能出什么书法？要不，趁着你哥哥现在不在，不妨先看一眼。我与丹菊替姑娘做一碗好茶汤。我同你二哥哥说了，倘若你并不想看，也未必一定要看。我自拿回辽东便是了。
洞那边什么说法？他说，好好一幅字帖给写坏了，实在对不住你。他还说什么？没什么了，他只是觉得，好好一幅字帖，如今写成这样，他无言以对，也不想辩驳，只是让我把字帖给你送过来。二叔，请稍等。小桃，你把我那个泥扶娃娃拿过来，包好。说这只泥娃娃像笑起来的我，可是像又有什么用呢？小公爷言而无信，背信弃义。姑娘，我现在就去把这泥娃娃摔碎。好，小桃，这不怪他。纵然他不说，我也知道他是有苦衷的。他想办的事儿，总是办不成，这不怪他。我们现在就去把这还给他，把他给了结了。走。锦书送罢暮回首，无语虽可痛。昨夜一书方舟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今有商鞅，定千秋国策。是否应是绿肥红纱？昨夜一书方舟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是否不留个念想？不必了。何时可想？当初我跟你说曼娘不是好人，你不信。我怨你笨。那日在侯府，你拿我与齐衡比作明皇杨妃，我也不信。如此看来，是我们太笨太蠢，都听不进去话。这世上原本就有很多阴差阳错，我明白。好，好。如今南沈前线战事吃紧，我把帖子送回去之后，就要告辞了。如今时局纷乱，风雨如晦，战场上刀枪无眼，愿君保重。抱歉。昨夜一书方舟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里若是日后闲言碎语过多，或是议亲不顺，千万别放在心上。等我回来之后，
替你教训那些嘴碎的。姻亲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。为何不提？未来的事情，一切都无法预料。当初若不是你劝我，只怕我现在还在曹帮混江湖呢。你看，没多久，我已经是军中的要员，身受倚仗。你现在怎么反而犯糊涂了？万事朝前看，好生照看好自己的日子。不错，眼睛是长在前面的，本就应该向前看的。来这世上一遭，本就是要好好过日子的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虽可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